好，我们来讲一下固定家具的安装。固定家具呢，主要是指厨房的橱柜以及这个浴室的这种台面。不管是建新房还是重新装修橱柜的采购都是一个大项通常都是从10万到几十万甚至更高。好的橱柜呢，也能体现这个整体装修的一个品质。橱柜呢，一般由橱柜厂或者是专业的橱柜公司来完成。所有的橱柜都需要等家电的尺寸有详细的尺寸以后，然后橱柜厂家才能给你一个方案。比如说有的地方你放洗碗机油烟机打火灶，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设备，冰箱你得有一个厨房电器所有的订单，然后呢交给橱柜厂家，然后呢他会来测量这个尺寸。通常呢家电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所以呢橱柜只能在家电以外的地方去设计这个柜体的大小以及它开启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框架，框架就是这个柜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子，这张照片就是现场的这个框架。通常呢这个材料呢是 MDF 板或者是爆花板，或者是 plywood 都有，甚至有用实木做这个框架的也有。一般来说呢，这个框架呢有固定尺寸的，也有那个到现场定做的一个特殊尺寸。因为有很多商家呢，它是固定尺寸，然后进口的这种现成的柜体，比如这个尺寸都是2尺或者1尺半这样的一个固定尺寸。如果你正好在这个2尺或者1尺半这个模数里头呢，那你这个成本就会比较便宜。相反呢，你这个尺寸如果每一个都是一个非标尺寸，那就会影响这个造价，相对会贵一些。所以它必须要每一个柜体都要去定做。除了框架以外呢，就是这个门橱柜的门。在下一篇呢，我会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橱柜门。橱柜门呢，通常也是由另外一个专门做门的厂家来提供。因为我们看到橱柜的完成面，其实主要就是橱柜门，所以这个橱柜门的设计风格呢，基本上是整个橱柜的设计风格。再接下来呢，就是五金配件。五金配件呢，就是拉手这个滑轨铰链还包括里面的一些拉篮这种五金件。这些地方呢，其实在外面都看不见，对橱柜成本的影响会很大。顶级的橱柜公司都是选用最好的五金配件，所以在这个五金配件上面其实是高档橱柜和普通橱柜的一个区别所在。再就是装饰件橱柜上面呢，你会看到柜门上有很多雕花或者是一些图案一些拼花的装饰条还有呢就是橱柜的照明装置。如果一个橱柜只是简单的用一个木头做一个柜子体现不出它的这个功能性跟美观性，那你就必须要在上面配上一些符合人体工学的照明甚至有一些氛围灯光能够体现出这个橱柜的品质。好的照明设计呢，是橱柜的一大亮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countertop 台面。这个台面呢，通常也是另外一家厂家来完成。实际上咱们讲的这个橱柜它是通常是由三家公司来完成。一个是做这个框架的，还有一个是做门的，然后呢最后一个是做 countertop 的。countertop 我们常用的这个材料呢，是用大理石、花岗石还有这个人造石以及实木甚至还有地方用不锈钢。目前呢，这个人造石是一个比较流行的选择，因为这个材料呢，它密度比较高，不容易渗进去什么咖啡红酒酱油这种染色的东西。如果你选用比较浅色的台面你用大理石或者是花岗石的话，它有可能会把这种色素的东西渗到石头里头，你很难清理。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用大理石、花岗石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在完成面上做一层 thinner， 或者是做一层epoxy， 就是这种环氧树脂。做好以后呢，等于在表面形成一种保护膜，它可以有效的能防止这种色素的渗透。但是表面的这种epoxy这种制作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材料和工艺，你做的不好，它会影响这个食材的颜色，甚至会破坏天然食材的表面。这个呢，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和大家详细介绍。这里呢，先简单讲一下不同的材料。好，橱柜的这个柜门我们讲的柜门呢，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实木这个 oak、maple 这都是我们经常用的两种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 plywood 就是甲板嘛。甲板经过这个包边，然后表面呢也是贴上木皮，也同样可以做出这种oak、maple 各种不同的花纹，然后给它做上油漆，这个就是plywood。它的好处呢就是不太容易变形，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实木呢，好的实木还可以，如果这个实木呢并没有处理的那么好，它时间长了也可能会有变形的问题。MDF 板呢其实是一种比较价廉物美的材料吧。但是呢，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它不是很防水时间长了呢，这个有水的位置容易起泡但是如果你的橱柜呢这个地方呢比较干燥，很少接触到水，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考虑 MDF 毕竟价格便宜爆花板呢是橱柜里面最便宜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柜门用的这种材料，它中间有很多空洞。爆花板呢都是由木屑用粘合剂压制出来的，所以这个最便宜。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 IKEA 的很多家具他们也是用了爆花板。但这个爆花板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钉眼不能反复的使用，它的钉眼呢容易碎片化，所以呢一旦破掉的话呢，你这个门板都不能使用。Laminate 跟前面讲的这个 MDF 其实差不多，它只不过表面做了一层这个 laminate 的这个印刷层，也可以印成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材料呢比普通的 MDF 会稍微防水一些，而且呢它的好处就是颜色跟图案的选择非常丰富通常我们在看到很多公寓包括有些出租单位上面用这个 laminate 是比较多的。热缩板呢实际上也是 MDF 板的类型，然后外面呢用了一层塑料给它热压上去颜色呢也是有多种多样可以选择。如果呢你考虑是一个很高端的橱柜，你甚至可以考虑玻璃不锈钢、铝合金这些材质呢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这种材料的质感肌理非常漂亮比较适合这种中高端以上的这种橱柜。好，我们再讲一下卫浴设备的安装。通常呢你的房子瓷砖或者大理石墙面地面都已经完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安装这个卫浴设备浴缸马桶这个 shower sink 都可以。卫浴设备呢通常是由水工来完成安装，但是呢它会涉及到多个工种的配合，比如说有的地方是要连接电源的，那么可能会和电会有一些配合，还有的地方有通风管道，比如说洗衣机干衣机里头它可能会有通风管道，那同时它会和这个做空调做暖通的这个工种会有一些配合。首先呢是安装这个设备的管道设备的管道安装好以后呢，就可以把设备做一个定位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墙面，比如说有的地方有管道接口的地方，一定要预留检修口，否则你到时候这个管道漏水或者要更换的话，你就要把墙面的瓷砖或者大理石给它敲掉。那如果到时候你很难再买到同样花色的瓷砖或者大理石的话
这个墙面就会很难看。所以有的地方呢要预留检修口，这一块呢，比如说这个瓷砖啊、大理石啊，它是一块活动的你可以在内部，甚至有的人可以做成一个弹簧的开关你按下去它就弹出来，平常的时候呢用胶给它封固起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电工的安装，这个里头照明的灯具、插座、风扇，还有一个就是空调通风系统。这个时候呢，像室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你就要考虑这个里面的空调排风这些设备是不是都能够完好的运行除了这些基本的卫浴设备以外，通常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安装毛巾架纸巾盒镜子这些像这种小物件。这里和大家提醒一下，在封这个 drywall 之前一定要反复检查，比如说墙面这里有毛巾架这里有纸巾盒这个墙上有镜子，那你要考虑到在封 drywall 之前，这个里头有没有预埋安装的这个木桩或者是木板。如果你没有预埋的话，那钉子打在这个 drywall 或者瓷砖上面，它的这个力度是有限的。如果你这个产品太重如果你这个毛巾架太重的话它实际上是很容易松动的。所以大家在安装 drywall 封这个灰板之前，一定要根据这个室内设计的立面图的位置反复的检查这些毛巾架镜子它是不是在这个位置。那你如果固定的地方是不是有可以给它打螺钉的这么一个木头在里头预埋。最后等这个卫浴安装完成以后一定要进行压力测试给它放满水看看这个管道有没有漏水的问题排水是不是通畅。这些过程都确认过没有任何隐患之后，然后呢把它跟这个墙砖地砖接缝的位置清理干净以后呢，打上 silicone。 玻璃胶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个黑白灰透明的都有。还有呢，这个玻璃胶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有室外用的、室内用的，还有一种是防腐防霉的。那你要根据这个部位的不同选择不同的 silicone。 而且呢在打胶之前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地面是做过清洁的，否则胶里面混合进去一些灰尘垃圾这就会影响这个打胶的质量。